吧，我得承认啊，比 F14更帅的是苏27，尤其是眼镜蛇机动下的苏27。飞机加速，机头向上扬起，但是并不向上飞行，而是继续向前移动，迎角达到了不可思议的120度。事实上呢，飞机的机尾飞得比机头还要快了，在几秒钟之内，它便减速到了150公里每小时，然后它会放下机头返回平飞。这种独特的机动啊，是任何其他战斗机都无法完成的。当被用于空战时，它可以让苏27从不利位置与目标交战，比如向后发射导弹，简直是帅呆了。上一个视频留言啊，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苏27，哎呀，正中我心啊！其实苏27才是我的真爱啊！正好我找到了一篇非常棒的资料啊，里面全面介绍了苏27的前世今生，甚至还包括由它衍生出来的一整个战斗机的家族，比如苏27UB 教练机、苏33舰载机、苏30双座截击机、苏30 MK 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苏34战术轰炸机、苏35、苏37等等等等。不过大家呢确实得要等等啊，这篇资料是英文的，很长，我得翻译完才消化一下才能讲给你听嘛。所以今天咱们就先浅聊一下，点赞够了我就安排更详细的，好不好？1986年末，一架苏联的喷气式飞机引起了全球媒体和专家们的关注，它的名字叫做 P-42。它凭什么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呢？凭快的可怕的爬升记录，用25.4秒爬升到3000米的高度，接着呢，分别再用37.1秒、40.0秒和58.1秒爬升到了6000米、9000米和12000米的高度，从而打破了由美国战斗机 F-15保持了很长时间的最快记录。P-42它是什么鬼啊？所有人的脑袋里面都冒出了这个问号。其实它就是苏27啦，只不过是经过改装减重之后的苏27。因为根据国际航空联合会的要求，参加这项比赛的飞机重量必须要控制在12到16吨以内。但苏27的重量是20吨嘛，所以它被拆除了武器控制系统和雷达，缩短了中央尾梁，减少了尾翼面积，拆除了减速伞，去掉了机翼高升力装置，雷达鼻锥也被替换为较轻的金属材料。一方面是减，另一方面这是增加了，每一台发动机都增加了1000公斤的推力。于是魔改之后，它甚至在垂直爬升的时候呢，都能够打破音障了，堪比火箭啊！所以必须要用一辆很重的牵引车拽着，才能让它在跑道上滑跑，以防止它过早起飞嘛。所以苏联人一狠起来是真的狠啊！其实苏27从一开始诞生的目标呢，就非常明确，就是要干掉美国的 F-15和 F-14。1969年，苏联获悉了美国空军的 F-X 计划，即 Fighter Experimental 战斗机试验计划。该计划最终促成了 F-15鹰式战斗机的诞生。莫斯科担心新型的美国战斗机呢，将会为西方带来显著的技术优势，超越现有的苏联战斗机，因此便立马寻找开发自己的先进战斗机起来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旨在打造一款高度敏捷的战斗机，要求具备远程打击能力、重型武器搭载能力和先进的传感器。对于苏联来说，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啊！该计划最终被分为2个部分：轻型飞机 LPFI 和重型飞机 TPFI。LPFI 计划最终诞生了米格29，一种短程战术战斗机，而 TPFI 计划则分配给了苏霍伊，诞生了苏27。当然，苏27一开始呢，并不叫做苏27，它是以T10的代号出道的。苏霍伊设计局于1969年首次开始 T10的设计工作。为了最大限度的提高飞机的机动性，它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具有集成进步稳定配置的飞机设计。苏27将成为第一款苏联的进步稳定战斗机，其纵向飞行平衡由电传操纵系统来提供。接受纵向进步稳定性的概念，换句话说，也可以叫做电子稳定性带来的许多优点是为了在高迎角下平衡的飞行需要上偏前缘凤翼，其升力加到机翼升力上，这显著改善了战斗机的升力，阻力增加也较小了。由于采用了集成的进步稳定配置，苏27将获得卓越的机动性，使战斗机的高度变化达到了常规战斗机无法实现的程度，并使其续航范围在无需外挂油箱的情况下达到4000公里啊！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其他量产战斗机具备类似的性能啊！战斗机的气动布局采用了常规的方案，尾翼位于机翼后方，位于隔离的发动机舱外侧的承载梁上。飞机配有安装在发动机舱的双垂直尾翼，水平尾翼则是全动的，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偏转，还配备了副翼和方向舵。机翼高升力装置包含了襟翼，为了使动力装置在任何速度和高度下实现最佳的性能，安装在中翼下方的进气口采用了水平斜坡的控制。机身前部容纳了一个整体雷达，由穿透良好的雷达罩覆盖。驾驶座舱则提供了全方位的良好视野。起落架采用经典的3轮设计，前起落架被移得非常的靠前，起落架舱呢位于驾驶舱下方，主起落架向前收回到中翼起落架舱，收回的过程当中轮子会转动。起落架舱前门也可以用作空气制动器。苏27的动力装置包括2台
台强大且经济的 AL-31F 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推力为12500公斤，确保了起飞推重比超过1。较低的单位油耗加上内部的油箱中储存的约8吨燃料，是其大作战范围的保障。武器系统包括30毫米高射速机关炮、K27中程空攻导弹和 K73或 K14短程导弹，与米格29轻型战术战斗机的武器系统呢属于同一标准，唯一不同的是载荷。米格29只能携带6枚导弹，包括2枚 K27导弹，而苏27能够携带8枚导弹，包括4枚 K27导弹以及 K27E 改进型远程雷达指导和红外指导导弹。两款战斗机的综合武器控制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标准化的，都配备了苏联国防部科研所开发的多模式雷达，继霍米罗夫仪器研究所开发的 Rubin 综合火控系统，其中不仅包括多模式雷达，还包括红外探测器、全视角瞄准系统和自动导航系统。该系统提供全时段空战能力，确保在无线电静默模式下成功对敌进行探测和跟踪。苏27战斗机设计配备双重控制系统，采用电传操纵系统，控制信号由计算机生成并传递到电子助力系统，控制系统采用备用的机械液压通道，为最重要的飞行控制系统提供冗余。电传操纵系统配备了4个冗余通道，其可靠性和容错能力显著提高啊！正如设计所预期的啊，苏27战斗机的气动和进不稳定配置以及现代化的电子飞行控制系统，确保了它卓越的机动性和飞行性能。其航程比苏联最好的远程轰炸机还要长啊！同时还具有良好的战场生存能力和可靠的防护系统。所以它诞生之后，不仅作为一架空中优势战斗机监视着苏联边境，防御美国和北约轰炸机的入侵，同时还扮演了苏联远程轰炸机护航战斗机的角色，为图160、图 22M 和图95这些至今仍然在俄罗斯服役的经典轰炸机保驾护航。在诞生了几十年后啊，在满天都飞着隐形飞机的现在，苏27仍然能够彰显自己的存在。你说最强4代机的称号该不该颁给他呢？来看这张照片，是一副履带对吧？坦克履带、装甲车履带、工程车履带，都不是，它是飞机履带。B36和平缔造者轰炸机起落架上的履带，为什么它要用履带来做起落架呢？这张照片呢说明了一切啊。右边的是 B36， 左边呢看起来只有它一只翅膀那么长的是大名鼎鼎的 B29空中堡垒，在长崎和广岛投下了原子弹的那架飞机。平时它单独看起来是这样的，够大了吧？但是在 B36 旁边一站呢，俨然就成了一个小矮人，可见 B36 有多大了。大就意味着重，重就意味着对跑道十分的不友好。那怎么才能缓和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呢？履带就是一个不错的点子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架装着履带的奇葩飞机。1946年的8月8日啊，其实一开始呢 ，B36 上只有那6台活塞式发动机的，但由于真的是太大太重了，哪怕这6台发动机已经可以提供高达18000匹的马力了，还是只能带着 B36 慢悠悠的飞。更关键的是啊，由于起飞速度太慢，它必须要滑上很远的距离才能够离开地面，这怎么行呢？所以才在后来迫于无奈加，它对机场跑道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在 B36 的原型机上，起落架上的轮子是这样的，只有一个体积巨大的轮子。体积大呢，是为了减小对于地面的压强，因为 B36 光是空重就已经有接近76吨了，最大起飞重量更是来到了186吨，这么大的重量只集中在3点，所以很明显啊，轮子还是不够大呀。第一个改造方案是8.42米了，并且由于多了很多个触地点，让飞机对于地面的压强也相应的减少了。你以为这就让战略空军司令部满意了吗？哪儿呀，甲方的要求总是没完没了的。既然现在都可以在不那么厚的混凝土上起飞了，那咱能不能再进一步，在更简陋的场地上也能起降呢？比方说草坪上。固特异的工程师站出来表示啊，只要钱给够，你想降哪儿我都能给你搞出来啊。于是就有了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履带式起落架了。1950年安装了特殊设计的带有微型导向槽皮带的履带式起落架后，测试机 YB36A 呢对地面的压强就只有393千帕了，是之前4轮起落架的1/3。可能这个数字啊对大家没有什么概念，但是直观的结果就是啊，这架最大的轰炸机呢真的就可以稳稳的在草坪上起跑和降落了，了不起啊，了不起！但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期待着它的量产与服役了呢？
很可惜啊，这事儿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因为经过验证啊，它除了能够让飞机降在草坪上，别的就一无是处了。高速滑跑时会惊声尖叫，收起来时会挤压舱内的空间，重量达到了轮式的3倍。而最不能接受的还是跟起飞效率有关。我好不容易加了4台发动机，才缩短了起飞距离，但是你履带又用大得多的摩擦力把距离给我涨回来了。这不是在给自己打脸吗？我即使是再有钱有闲呢，也不带这么玩的呀。于是美军就这么凭一己之力向世人证明了，履带式的起落架你们就别玩了，我已经试过了，没戏。是不是有点草率呢？虽然你可能以为 B36上是唯一一次的尝试，但其实只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尝试而已。在很多其他的飞机上，甚至是在 C130大力神上都曾经尝试或者考虑过履带式起落架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如果美国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M1A2 阿布拉姆遇上了俄罗斯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T-24阿玛塔，谁会赢呢？咱们先来看看纸面数据啊。火力上 M1A2 装备着一门来自德国莱茵金属的120毫米口径 L44 滑膛炮，可以发射目前最新一代的 M829A4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据说达到了能够在2公里处穿透750毫米军制装甲的能力，而且还专门针对俄罗斯坦克常用的爆炸式反应装甲做了优化。像是 T90、T80 这样的坦克呢，穿透起来应该是毫无压力的。再来看 T14这边，它的主炮从口径上看比 M4的要略粗，达到了125毫米，所以膛压和初速都会更高。用的则是自己看家的 2A82-EM 滑膛炮。公开的数据表示配合其最新的真空系列穿甲弹，可以在2公里处穿透900毫米的军制装甲。你看穿甲能力呢确实要更好一些，但考虑到 M1A2 在最新升级的版本里面也加厚了自己在炮塔与正面的倾斜装甲，使它针对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防护水平分别达到了960和590毫米，因此T14的主炮直接跟 M1 干起来呢，还真不见得会更有优势。不过 T14可以从射程上扳回比分嘛。当然用的不是穿甲弹了，而是反坦克导弹。跟 M1 不一样，俄罗斯的坦克，准确说是苏联的坦克，从 T64开始呢，就可以直接通过主炮来发射反坦克导弹了。在10公里的范围内，俄罗斯最先进的 3UBK21 短跑运动员，只要来一次攻顶操作，应该还是会对 M1 造成不小的威胁的。毕竟那句话是怎么说的？First look, first kill， 先见先杀。作为号称第4代主战坦克的 T14呢，在车载光电系统方面确实要更有优势它是第一个把相控阵雷达装在身上的坦克，也是第一个在炮塔里面完全就不装人的坦克，让躲在超厚装甲的车身当中的炮手也能通过电子眼和超视距指挥系统来引导导弹准确的飞向目标，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它时呢，就丧失了战斗能力。另外，正好提到了无人炮塔了，这绝对是 T14最亮眼的一项创新。刚才我们也说了 ，M1 发射最新的穿甲弹时 ，T90 和 T80 都会害怕，但是 T14呢，至少成员舱是不用害怕的。这里的装甲采用的是第4代孔雀石双重爆炸式反应装甲，其防护水平据说是超过了1200毫米军制装甲。看来 M1 唯一的下手目标就只能是 T14顶上那个没有人的炮塔了。所以从火力和装甲防护上看起来，好像是 T14更胜一筹。那接下来咱再比比主动防护呗。T14是生来就有的，并且这套系统可以通过各种软杀伤和硬杀伤来干扰、破坏、拦截来袭的导弹、破甲弹、火箭弹，甚至是动能极高的穿甲弹。那 M1 呢？以前没有，但现在有了。它将以色列开发的，并且已经经过实战检验的奖杯主动防护系统引入了过来。尽管技能栏里面缺少了防穿甲弹那一条，但考虑到它是真拦过，而另一边目前只有 PPT， 所以在主动防护这方面，姑且认为 M1 和 T14呢是不相伯仲的。好，那就再往下看。机动性 M1 装的是1500匹马力的燃气轮机，而 T14 装的也是1500匹马力的柴油机，所以两者的机动性是相当的咯。非也得看它俩的重量了。随着 M1 不断的往自己身上加东西，最新的 M1A2S1P V3 已经来到了将近70吨的重量了，而 T14 继续维持了俄罗斯坦克的轻量化，只有48吨的重量，所以它俩要是真在路上飙起来呢，肯定是 T14 会更加灵活的。
而且啊，这还要看它俩是在哪儿标了。也许有的地方 M1是根本过不去的，比方说限重50吨的桥。实际上，为什么俄罗斯的坦克一直都比西方的坦克要小巧呢？原因很大一部分还真的就是在桥以及铁路方面了。俄罗斯的桥梁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大多都无法承受50吨以上的重压，所以以前 T72、T80、T90会受此影响，现在到了 T24呢还得受此影响。你不能说造出一辆大坦克却又无法亲自开去参战吧？以前坦克设计的逻辑是保护全身，因为成员既分布在车身中，也分布在炮塔里。那俄罗斯的工程师呢，就有点犯难了，这又要多加装甲，又要装上足以击穿西方坦克的大炮，还得要控制体重，怎么平衡嘛？只能做小一点吧。这在 T72上呢，基本上就已经达到极限了。可西方的坦克却凭着自己的基础设施好，越变越大，越变越重。现在你一辆体重已经比别人轻了快1半的坦克，还拿什么跟人家 PK 呢？炮马加不上去了，装甲也加不上去了，难道就只能认怂了？你别说，人有的时候是要被逼逼才行的啊！俄罗斯的工程师们突然就意识到，既然只有大炮和人员最重要，那咱们为什么不将大炮和人员分开呢？大炮还是要上最大的，这个重量咱不能牺牲，而人员全都坐进车身当中，这里我给你们安排最后的装甲来保护。至于炮塔嘛，由于是遥控操纵，防护就不那么重要了，可以减轻装甲，这样不就完美平衡了吗？所以 T24的机动优势呢是怎么来的？好了，火力更优，防护相当，机动灵活。这么看起来 T24打 M1颤抖的应该是后者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啊，以上都是纸面数据，实际上情况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管是单挑还是群架。单挑，由于 M1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服役了，所以从车辆到人员都是经验丰富到不行啊，加之美国这么多年来就根本没有闲着，实际操练的时间也比俄罗斯多了去了。两者比起来，一个是老司机，一个是驾照还没有考出来的小萌新，怎么打嘛？另外 M1这个平台啊，底层基础呢还是纯机械、纯人工的，哪怕这么多年添加上去了很多的电子和自动化设备，但你看它装弹不还都是在靠人手吗？所以可靠性就非常的高，哪怕所有电子设备包括瞄准系统都被破坏了，只要人的眼睛还能看得见的话，依然是可以开炮的。再反观 T14呢，它就是硬币的另一面了。对摄像头、对传感器、对雷达、对各种各样的电气系统的依赖程度呢非常高。说的不好听一点，偷偷摸摸爬上炮塔，用一罐喷漆都可以将它撂倒了。那如果是打群架呢？就更没得打了嘛！美国陆军当前正常运营的各种版本的 M1呢，应该是超过了2000辆的。而 T14基于俄罗斯此前和目前的经济状况，生产一拖再拖后，直到现在还都没有正式入列呢。另外，现代坦克战就真的只是坦克打坦克吗？当然不是啊，还得要看军队整体的战场管理能力，比如来自卫星、无人机、战斗机和地面人员等多个方面的信息整合、分析、决策等等。只有坦克好，那是远远不够的。好了，纸上谈兵呢，今天就到此为止了。说错的地方就请大家帮我纠正和补充吧。我是火箭叔，关注，咱们下期再见了。先来看一段火箭发射的画面，仔细点看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些异样呢？如果你已经注意到了，就请把你的发现打在弹幕上。这是一枚宇宙生5号运载火箭，这段画面中间至少暴露了2点与众不同的地方，一个就是火箭尾部喷出来的火焰是明显偏左的，另一个是这枚火箭除了星际以外还带有助推器，但是我们却只能在它的左侧找到1枚助推，另一侧呢则空空如也，这不是很奇怪吗？明显就是一个不平衡的构造，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再来进一步看看，这是维基百科上介绍宇宙生5号的页面，在版本细分这一栏，咱们就可以看到它是有多种版本的，但大体上呢就分为2种数字4开头的和数字5开头的，它代表的是整流罩的直径。4代表这枚火箭的整流罩直径为4米，5就代表这枚火箭的整流罩直径为5米。第二个数字从0到5都是可以找到的，
它代表的呢就是助推器的数量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宇宙神5号火箭上面呢不仅可以带有奇怪的1枚助推，像是3枚、5枚这种罕见的奇数枚助推也是可以有的。相对来说，2枚、4枚就正常多了，因为这样的助推数量呢，在我们自己的长征2357上面都经常见到，它们很容易做成对称布局，让我们从视觉上就能获得一种平衡感，相信火箭在发射的时候不会倒掉了。当然，3枚、5枚其实也是可以做到在火箭周围均匀分布的，只不过嘛，宇宙神5号好像就是喜欢反其道而行，它就非要跟对称、平衡、均匀抬杠。你看它的布局是什么样的？哪怕捆绑2枚助推，它也要歪一点；4枚也是这样，3枚、5枚就更别说了。总之，全都是不对称的。这是不是就很反常识了呀？所以它究竟是怎么做到在发射的时候保持平衡的？又为什么非要坚持这种不对称的助推布局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一个在坎巴拉太空计划里面模拟出来的挂着1枚助推器的宇宙神5号了。如果把它发射升空会怎么样呢？来看看啊。很明显嘛，由于一边有助推，另一边没有助推，这就相当于你抬桌子的时候只抬一边的推，它自然就会朝另一边倒过去嘛。因为力的方向并没有穿过重心，于是力臂就产生了，它带来了力矩，从而把火箭给掰弯掉了。但我就是只需要装1枚助推器就能完成任务，该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啊，那就是改变助推器的用力方向嘛，使它对准重心，这样就不会有力臂产生，力矩也就消失了。宇宙神5号的重心大概在这个位置，比较靠下，所以只需要把助推稍微旋转一定的角度，就可以让它对准重心发力了，避免了不平衡的产生。当然，在真实的宇宙神5号上面呢，旋转的并不是助推器本身，而是助推器的喷口了。不管是 AJ-60A 还是 GM-63， 它们的喷口都向外倾斜了3度。而且斜着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宇宙神5号起飞时的路径和其头部的指向是不相同的。简单讲就是，虽然我直面前方，但是却在斜着走路。这个很容易理解嘛，因为斜着推的助推器必然会在水平方向上产生出分力，这个水平分力就会把火箭朝旁边推了。在模拟视频里面呢，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现象。另外，长时间曝光的发射架照片也可以清晰看出一条从一开始便是弧线的飞行轨迹出来了。这种令人难以琢磨的走位方式，考虑到它诞生之初就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是在为了迷惑对手吗？好吧，也许改变助推器喷射的方式呢，在一开始的确可以减少力矩的产生，但是随着燃料的消耗，火箭的中心位置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呀。但助推喷口的角度却是固定不动的，当它不再和重心方向对齐的时候，不是一样又让力矩产生了吗？怎么破呢？宇宙神5号的解决方法是让主发动机的喷口转起来。它所安装的 RD-180 发动机的喷口是可以有最大8度的旋转角度的，这意味着火箭可以在飞行过程中不断调整主发动机的喷射方向，来抵消助推器产生的力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本视频一开始的画面里面看到明显斜着喷的火焰的原因了，那是 RD-180 在对抗 AJ-60A 的力矩呀。这张照片呢也拍得非常明显。好了。其实不管是把助推器的喷口变斜，还是让主发动机的喷口可调，都是在浪费了推力的情况下才抵消了力矩，而且还增加了系统的复杂程度。为什么就不能在一开始的时候避免掉呢？咱不要只用1枚助推嘛，至少2枚起步，而且呢，对称分布不就很简单了吗？是的换作是现在重新设计一枚新的火箭，洛克希德马丁一定也会这么安排的。但是这一枚火箭嘛，却是成型于1957年的。它在设计之初真的就只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未来还要挂上助推器，把探测器给送到火星上的。既然这样，那我为什么要考虑到给你助推器留地方呢？所以你看在宇宙神火箭星级的周围首先是突出了一个巨大的输氧管，然后是一个装满了各种控制管线的大鼓包。这2样东西一摆，其他的东西都必须要为此让路嘛，不然的话，那你就重新设计一枚火箭呗。洛克希德马丁琢磨了一下，
还是觉得解决不对称助推的问题比重新设计一枚新的火箭在成本上来得更划算，所以宇宙神5号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而且要我说，这一开始设计火箭的工程师还真是不讲究完全就不考虑美观嘛，哪怕是只有输氧管和缆线罩这2个凸起来的东西，也是要尽量对称一点才好看嘛。要是起初这2个东西就摆对称了，在后来加助推的时候，不是也就能对称了吗？省了多少的事儿啊！算了，这也不关咱什么事儿而且要是它一开始就对称了，那也没有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好玩的东西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继续把好玩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哦。大家好，我们先来看这张照片中的这个小点，它叫做蓝色的圆点。此圆点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可爱的地球。1990年情人节那天，正在脱离太阳系飞往银河系中心方向的旅行者1号转过了身，拍下了这张经典的照片。那个时候呢，他离开自己的出发地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已经足足有60亿公里了。在此之前，完成了访问木星和土星的任务，并且第一次近距离飞越了土卫6，让人类了解了这颗土星最大卫星的大气组成。看到这张照片往往让人感叹宇宙的浩瀚和人类的渺小。但其实还有一个让我感到特别震撼的地方，那就是假设我们反过来需要从照片的拍摄地出发，在飞行了12年，飞过了60亿公里之后呢，还能够准确无误地降落在那个原本看起来连1个像素都不到的星球的表面，这一切简直充满了魔幻的感觉。换句话说，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把各种各样的探测器准确地导航到5500万公里以外的火星、15亿公里以外的土星和50亿公里以外的冥王星的？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太空当中是如何导航的。不过还是先让我们回到地面上来看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地面上的导航是如何工作的呢？我总结了一下，无外乎就3个要素：准确的地图、精确的位置和详细的路线规划。这3样东西要么已经长在了我们的脑子里，要么就是被装到了导航的软件里。我举个例子我闭着眼睛都能够从家里面走到公司，就是因为我既知道我的家在哪儿，也知道我的公司在哪儿，还知道连接起他们的街道长什么样子。所以在从家走到公司的途中呢，我就能清楚的知道我在每一个时间点都在什么样的位置。都这样了，还能走丢吗？想想看，导航软件是不是也是这样干的呢？只不过地图换成了卫星地图，位置换成了由 GPS 或者北斗来提供，路线规划嘛，直接交给算法，本质上还是一个道理。那么换到天上去，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一个逻辑来工作呢？的确是这样的我们一个个来看。先看地图，它跟地面上的地图唯一的区别只是它会运动。乍看起来有些棘手，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复杂多少，因为这个会动的地图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我们早在400年前就已经弄明白它的运动规律了。蒂古·布拉赫、约翰尼斯·开普勒、艾萨克·牛顿分别用他们精确严密的观测、行星运动3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来为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尽管这3个人中大概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想到，仅仅在400年以后，未来的人类居然就可以利用他们的理论从地球出发，去到那些他们根本就无法看到的宇宙深空。今天我们只需要对某一颗星体进行少数几次的天文观测，就可以计算出它们精确的运行轨道与运行速度等重要信息，从而掌握它在未来任意时刻的空间位置，就像是你已经知道了你的目的地的准确位置一般。第一步，地图已经搭建完成了。第二步就是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怎样才能像在地面上一样随时获得精确的定位信息呢？这里也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我重点介绍其中的3个。首先要说的也是一个古老的智慧那就是曾经在大航海时代最重要的工具了——6分仪。它通过将海平面与一颗已知位置的恒星重合在一个平面上来计算出航船当前所在的位置。比方说在北半球想要知道自己所在的纬度是多少的话，非常简单，只需要利用北极星就可以了。在6分仪当中，通过活动臂把视线当中的北极星对齐海平面，活动臂在圆弧上指出的读数就是当前的纬度了。当然少了精度也不行6分仪依然是可以完成的，只需要再加上一个准确的时钟、心力和一阵简单的计算就可以了。其实宇航员手中的6分仪和航海员手中的6分仪工作原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对准的目标有点区别罢了。
太空当中6分仪自然对准的是一些已知的星体嘛，比方说太阳、其他明亮的恒星和行星等等。在阿波罗登月的计划当中呢，6分仪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起到了调整惯性导航系统所产生的误差的作用，更是在阿波罗13号发生氧气罐爆炸断电之后，电脑无法工作的情况下，成为唯一可用的导航工具，成功的把3名宇航员带回了地球。跟6分仪原理类似的导航系统还有恒星追踪器、太阳传感器、障碍物导航相机等等，它们都能利用一些特定的星体使航天器自主的飞向目标，我们就不再展开来说了。第二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利用位于地球表面的几个不同天线来帮助航天器定位了。NASA 使用的是分别位于美国加州、西班牙马德里和澳大利亚坎培拉的深空网络来进行的，而我国马上就要开始的火星探索任务天问1号则是通过佳木斯深空站、喀什深空站和阿根廷深空站组成的深空测控网，以及我国射电天文观测网的 VLBI 测轨分系统来实现的。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计算发射和接收信号时的频率偏移与时间间隔来确定航天器在太空中的位置、方向和速度的。据说精度可以达到3米左右，你拿它跟要飞过的几十亿公里对比，就能感受到这个数字有多魔幻了。还有第3种导航的方法，不过现在还处在理论阶段，那就是利用脉冲星来导航。原理其实跟我们在地面上使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一模一样。我们都知道只需要接收到3颗卫星的信号，就能够通过三角定位法计算出你所在的位置了。因为这3颗卫星的位置已知，你接收到它们发射出信号的精确时间也是已知，这就够了。恰好宇宙当中天然就存在着这些卫星。脉冲星由大质量的恒星的核心坍缩爆炸形成，是一种高度磁化、快速旋转的中子星，所以能够非常有规律的向宇宙当中辐射出电磁信号，精度简直可以跟我们用在卫星当中的原子钟媲美。再加上它在宇宙中的位置又是固定的，所以刚才说的拿来定位的2个条件它都满足了，自然就能够被当成是免费的导航卫星来用嘛。只需要在我们的深空探测器上面装上能够接收它的脉冲信号的设备就可以了。有了这个人类的精确太空探索将不再局限于太阳系了，未来可期。好了，说完了地图定位，我们最后再来说说线路规划。它的重要程度呢，就等同于导航软件是帮你选了一条又远又偏的小路，还是又近又好走的大路了，省了时间也省了路费。太空当中的路很好走，因为太空真的很空嘛，它主要的问题是太远了。但由于星体都是在运动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找一个相对起来它们距离较近的时候去拜访它们嘛。不光如此呢，我们还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一个最好的时间和最好的路线，允许我们只用一点点的路费就一下子去串好几家的门呢？这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发射窗口器和轨道设计了。它们配合的好的话，简直天衣无缝啊！比如喷气动力实验室的加里·弗兰德罗就在1964年设计出了这样一条轨道，可以允许一个航天器利用各个星球的引力弹弓效应来一次就拜访完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而且还能将原本需要花上40年的时间缩短到只需要10年不到。前提是它必须要在1977年发射升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了，它就是著名的旅行者2号了，堪称经典啊！好了，地图定位和路线，这就是我们在太空中导航的几个要素了。说完了，好像也并没有那么难理解，对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故事讲给你听。把飞机发动机装汽车上极其罕见，那么反过来把汽车发动机装飞机上也很罕见吗？一点都不罕见。实际上，人类飞上天空的第一架动力飞机里面装的就是一台汽车发动机。不过，既然之前都没有发明飞机，那显然莱特兄弟也没有现成的飞机发动机拿来用嘛。只是直到今天啊，汽车发动机还在兢兢业业地驱动着一些飞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虽然装着螺旋桨的飞机已经不再是当今天空中的主角了，但偶尔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从小巧的单发塞斯纳400到可以载客数十人的双发庞巴迪大西8，再到跟阿汤哥一起搭戏的4发空客 A400M， 都无一例外装着的是螺旋桨。不过别看它们露在外面的是看上去差不多的螺旋桨，但实际藏在里面的心脏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那么一部分用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汽车里面的发动机。当然它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名字，活塞式发动机。而另一些藏在螺旋桨背后的呢，则是相对更加现代的涡轮式发动机。
它们两者有何区别？为什么会同时存在？哪一个更高级呢？就让我们先从它们不同的工作方式来讲起吧。活塞式发动机又可以叫做往复式发动机。为什么呢？因为它靠把活塞的往复运动转变为旋转运动来为螺旋桨提供动力的。它的工作方式跟汽车发动机的工作方式真的几乎就一模一样，也是依次排开几个气缸，在这些气缸当中，燃料和空气被混合、被压缩、被点燃，然后爆炸膨胀的气体推动活塞往里面运动，活塞又连着曲轴，于是曲轴就在活塞这样里里外外的往复运动下旋转了起来，最后把旋转的运动就传递到了连接着它的螺旋桨了。你看，连冲程都是一样的，也是4个：吸气、压缩、点火和排气。汽车跟它最大的区别大概就是这一通操作之后连着的是轮子而已。不对，还有区别，气缸的排列方式。相对于汽车发动机里面大多比较无聊的排成一列外，在飞机上气缸显得是有点放飞自我了啊。比如围成1圈，甚至2圈，一前一后交错开来，一共排下14个缸。所以 V8 算什么？看看人家这个圈14才够厉害啊！当然，我猜大家应该都能够叫出它的名字啊，新型发动机。但是你知道吗？更奇葩的其实是它的上一代，虽然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排列，但名字却叫做旋转式发动机。为什么叫做旋转式呢？这段视频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切。没错，它的气缸是跟着螺旋桨一起同步旋转的，恨不得把自己甩出去似的。所以由于越大的质量在旋转起来之后都会产生越大的离心力，为了不让自己分崩离析，旋转式发动机势必不能做得太大，也就势必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没有成为主流被我们熟悉，也是很自然的了。当然，活塞式发动机也不光是有这样围成1圈的模样，也有排成一列的，比如著名的 P51野马头上装着的并列12缸 V 型梅林发动机了。只不过由于接不住迎面吹过来的风，它需要另外的水冷来降温，体积和重量上会比新型更大。但你应该也已经看出来了，这样它就不需要长出一个大头，会显得更加的流线一些。至于从审美角度来看嘛，你们发表一下意见呗。好了，以上大概就是活塞式发动机的介绍了。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涡轮式发动机。其实在这儿呢，把它说全一点，应该叫做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简称涡桨发动机。它的工作原理又跟我们也非常熟悉的喷气式客机的发动机非常类似了，因为那个叫做涡轮风扇发动机。看明白了没？就是把喷气式客机发动机前面的大风扇换成螺旋桨就可以了。我们依然来看看它的工作方式，跟之前的4冲程活塞循环相似啊。涡轮发动机产生推力的过程也可以分成4个阶段：进气、压缩、燃烧和喷气。而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发生在发动机的不同部分的。首先，空气从发动机前面吸入，然后它们会通过一系列的压缩机叶片，最终形成压缩空气，被送进燃烧室。在这里，它们会跟喷出的燃料混合后点燃，形成快速膨胀的高温气体，从发动机尾部猛烈的喷出，并于此过程中被迫推动后面的涡轮叶片，连着涡轮叶片的轴，于是旋转了起来，并把这样的旋转往前传递，送给了压缩机，让这个吸气、压缩、燃烧、喷气的过程完美的循环了起来，也送给了螺旋桨，让螺旋桨旋转起来，推动飞机飞上了高空。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既然目的只是让螺旋桨旋转起来，那么为什么有的飞机装的是活塞式发动机，而有的飞机装的却是涡轮式发动机呢？让我们分成几个方面来说：可靠性、经济性和适用性。先来说可靠性，这个涡轮式发动机简直占尽了优势。一是因为它的结构简单，但却设计精良，并且使用的材料也是最顶级的；二是它的运动方式也够简单纯粹，基本上就是在以恒定的速度旋转而已，零件与零件之间的活动连接也比较少，所以摩擦力和震动都比较小，这就使得它的工作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更长，大修间隔期更长，非常适合一直都在飞的民用航空。但是，对了，凡事都有但是。由于它的集成化程度很高，所以在操作上的限制也就很多，对错误操作的容忍度比较低，通常就必须要搭配自动控制系统，所以价格肯定是没有优势的。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是虽然它很可靠，但免不了还是可能会出现故障，而一旦出现故障，维修起来就非常麻烦了，需要有极高的专业度，并可能用上很多专用的工具。所以通常航空公司遇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还不如把整个发动机都换掉吧。
而活塞式发动机正好相反，由于零件众多，致使发生故障的概率也就相应的增加了。同时，在工作冲程的每一个阶段气缸内的压力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加上活塞运动时不断产生的震动，都对可靠性和使用寿命不太友好。这就要求，要是你开的是活塞式发动机的飞机的话，你最好也是个机修能手。不过幸好它修起来既简单也便宜。另外，就像开手动挡的汽车一样，它对错误操作的容忍度会更高。要不要选自动控制嘛，主要就在于你愿不愿意掏这个钱了，因为它只是一个选配而已。说完了可靠性，我们再来看看价格。很显然，这个是活塞式的优势项目了，因为它的工作环境相对比较温和，对材料的要求不是那么高，而且其中很多零件甚至还是可以跨界使用的，所以整体价格自然就更实惠。涡轮式呢，相反，工作环境极端，对材料和工艺的要求都极高，零件通用性不高，都把价格推了上去。另外还记得我们刚才说到过的，涡轮式发动机还得要搭配自动控制系统一起工作才行，这无意中又帮它增加了一部分售价。所以整体来看哪怕是驱动型号相近的飞机，装着涡轮发动机的那架呢，都会远贵于装着活塞式发动机的那架。这样说起来，装涡轮式发动机的那架是不是也更高级一些呢？也不一定啊，也要看它用在什么样的地方，也就是它们的适应性了。对于飞行高度和飞行速度没有太高要求的小型飞机来说，活塞式发动机是最好的选择。此时它具有非常优秀的燃油经济性。对了，活塞式由于工作特点的原因，在油门响应时间上会更快一些，所以一些特技表演机也会装上活塞式发动机的。那么中大型飞机肯定就是涡轮式发动机的天下了。它由于本身会压缩空气，所以可以飞上更高、空气更加稀薄的高空当中，因此遇到的空气阻力也更低，飞得也就更快了。好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它俩为何同时存在？很简单因为舞台同时存在。所以最后我就祝大家在各自的舞台上尽情展现，早日喜提私人飞机。那么我们今天讲的知识就不会是另一个看似没有用的知识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2003年11月22日，一架空客 A300 运输机刚刚加满油，从巴格达机场起飞后，就被一枚导弹击中了左翼，在空中燃起熊熊大火之后呢，机组成员居然操纵着它成功降落了。所以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你可能会说，也许是它伤得不深呗。那么我们就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这架飞机是属于 DHL 的一架运输机，它在6个月前刚刚拿下了一个来自美国军方的合同，帮助驻伊大兵们把写好的信运回国内，所以就成为了当时巴格达机场内为数极少的民用飞机之一了。由于机场的外围呢还没有被美军完全控制，所以在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要面临着被地面火力袭击的风险。为了降低这个风险飞行员就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爬升到一个相对安全的高度才行。这就对于他们的飞行技巧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天直飞 A300 的是一个3人的机组，机长埃里克、副机长史蒂夫和飞行工程师马里奥，他们都有着数千甚至上万小时的飞行经验，所以这会是稍后他们划线唯一的关键之一跟标准动作一样，这架 A300 在一离开地面之后呢，就迅速开始了爬升，高度已经来到了2400米。正当机组放松下来，认为可能这又是一次平淡无奇的飞行时，一枚萨姆14肩扛式防空导弹嗖的就朝它飞了过来，击中了左翼从发动机到翼尖之间的整个机翼后缘，瞬间就笼罩在了火光之中。他们还是幸运的首先，导弹并没有直接击中机身，那样的话就是整架飞机在空中解体了，后果参见去年乌克兰航空 PS752 航班灾难。其次导弹也没有损伤到发动机，那是他们在后续飞行中救命的关键。最后，还记得我在视频一开始说了什么吗？他们刚刚把油箱里面加满了油，所以被击中的位于机翼外缘的 1A 油箱里面呢，还满满都是液体，没有多少气化成可燃蒸汽。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爆炸，而不仅仅只是燃烧了。好了，说完了好消息，我们再来看看坏消息。直接坏到家的就是飞机完全失控了。为什么呢？因为跟着燃料从左翼的破洞里面漏出去的，还有非常重要的液压油了。飞机上的所有操纵面呢，都得靠它来使力掰动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身体上的肌肉，哪怕心脏、骨骼、大脑都还健在，但是缺少了肌肉去传递力量，我们依然是无法控制身体的嘛。一架正常的大飞机上呢，会有3套液压系统，
它们通常被叫做蓝线、绿线和黄线，各有各的主控设备，同时呢，也为别的线路提供突发情况下的备份，所以能够在一个甚至是两个都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呢，依然还能操纵。但是，当全部3条液压都宕机之后呢，飞机离坠毁也就只剩倒计时了。所有的控制面都不会有任何的反应，飞机会自动进入到一种类似于过山车一样的上下起伏的状态中。它会先向下冲，进入加速过程，但加速带来了额外的升力，这份升力又开始把飞机往上抬了，让它进入到减速过程。升力于是很快就被吐了回去，飞机再度转头向下，开始第二个下冲上升的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呢，机组几乎是不可能将飞机稳住的，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能用的工具了嘛。操纵杆虽然还在手里面，但其实已经成为了摆设，还是个看着就让人闹心的摆设。于是副机长就问出了那句直击灵魂的：“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What do we do? What do we do?” 是啊，该做什么呢？机长艾里克也在问自己同样一个问题。他再次低头看了看手里面的操纵杆，余光却瞟见了一旁的油门推杆。哎，谁说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工具啊？发动机不是还在吗？它不是一左一右分布在机翼的两边吗？那么控制油门也就能控制飞机了。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既然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加速可以让飞机上升，减速可以让飞机下降，那么加油门就能使飞机抬头，减油门就能使飞机低头嘛。只要在合适的时间点找准机会来加减油门，就能够将此时的过山车模式扭转到平飞模式了。虽然从来也没有训练过这个项目，但是经验丰富的2名飞行员在飞行工程师的辅助下，仅仅只用了10分钟就找到了规律，慢慢把飞机给稳住了。但看着左翼上还在呼呼喷出的油啊，他们知道危险并没有过去，必须要抓紧时间折返迫降才行。那么怎么折返呢？其实不用他们折啊，这架飞机本身就一直在空中绕圈圈了。左翼受损，所以左边受到的阻力更大一些。飞机打从一开始起呢，就在朝着左边偏航了。机组成员现在要做的第一个是抵消偏航，第二个是控制转向，他们也可以由改变发动机的推力来完成。这个大概就有点像是在开坦克了。给左边的驱动轮多加一点油呢，坦克就会朝右转；给右边的驱动轮多加点油，坦克就会向左转。要是给的油一样多呢，就直着往前开呗。飞机机翼两边的发动机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只不过本身就够难了。而这架飞机上，就光是想要直着走呢，还不是平均给油就行呢？你能想象吗？就靠着这2台发动机推力上的微小差别，既要实现加速和减速，同时又要完成俯仰、偏航和滚转动作，最后还能抬着头不减速的往下落，难度该有多大呀？所以那架同样因为掉了尾巴而液压进食的日航123就没能挺过来了。虽然飞行员应该也是使用了同样的方式，让它在空中继续坚持了30分钟之久啊。DHL 的那架运输机呢，最终在冲出跑道后，还是安全的迫降回了巴格达机场。3名机组成员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被导弹击中后还能毫发无损地走出机舱的人。他们用冷静战胜了命运，所以值得嘉奖。但其实命运也没有辜负他们因为就在他们紧张地折腾2台发动机时呢，武装分子又一次发射了导弹，只不过这一次射偏了而已。而机组成员对此却并不知情。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